来关注加沙停火谈判进展。哈马斯4号派代表团前往埃及首都开罗，与斡旋方埃及、卡塔尔等展开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目前谈判仍在持续，有报道称谈判可能持续1周。消息人士表示，如果哈马斯拒绝谈判桌上的最新提议，美国可能会要求卡塔尔驱逐哈马斯领导人。据悉，哈马斯已同意在停火协议落实的第1阶段释放33名被扣押的以色列人，但以色列态度仍不明朗，还在持续展开军事行动。目前，中东地区人道主义危机严峻，而以色列执意不结束战争的做法，在国际社会遭到越来越大的舆论压力。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汗日前透露，正在就本轮及近10年来巴以冲突展开调查。以色列媒体推断，国际刑事法院可能颁布逮捕令，要求各缔约国以涉嫌违反国际法逮捕巴以双方相关领导人，包括内塔尼亚胡、以国防部长加兰特和总参谋长哈莱维及部分哈马斯高级官员。截至目前，白宫、美官员和议员齐上阵，纷纷施压国际刑事法院不要对以色列总理及官员发布逮捕令。舆论认为，若国际刑事法院正式通缉内塔尼亚胡，可能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如果内塔尼亚胡等人被通缉，他们的海外出行和外交将受到极大影响。还有观点认为，国际刑事法院若发布通缉令，可能被解读为对本轮冲突，特别是对以方的羞辱式道德谴责。这不仅将严重损害以色列的国际地位，也将导致以色列与美国之间的紧绷关系进一步恶化。以色列方面对于这个逮捕令还是非常的忌惮的。它一方面是会对个人造成一定的限制，比如内塔尼亚胡等人，他们的出国出境都会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那么另一方面，更大的影响就是会对他们所发动的这场战争的定性问题，他是不是犯了反人类罪或者是战争罪？那么这是他们最为忌惮或者是敏感的一点。那么我认为美国的施压，目前来看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它所谓的作用就是让发出逮捕令的时间进一步的延后。那么美方呢就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尽可能的推动巴以之间达成和谈。那么美方也可以利用这个逮捕令作为和这个内塔尼亚胡谈判的一个筹码。美国2024年总统大选又是一场拜登和特朗普的对决。但谁赢谁输，目前仍然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因此许多国家高层和美国国内政客开始两头下注，和拜登团队以及特朗普阵营都展开沟通。特朗普团队也动作频频，放出消息称已经安排特朗普的心腹、美国前驻德国大使格雷内尔在全球奔波，游说各国政要与特朗普会面。4月23号，现年77岁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纽约的特朗普大厦会见了现年83岁的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副总裁、前首相麻生太郎。现场画面显示，特朗普在大厦门口迎接到访的麻生太郎，两人微笑握手寒暄，气氛十分热络。据美联社报道，两人进行了1个多小时的会谈。特朗普竞选团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人讨论了美日联盟对印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性。特朗普还赞扬了日本增加国防开支。大家都知道，他这个叫做 ego 啊，他的这个自我很大的。那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满足了他这种虚荣心，说不定就会比较在政策上面不会对你那么有敌意。那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在预备这样的一个状况。深圳卫视注意到，双方对此都十分低调。特朗普方面并没有在他最喜欢的社交平台上提及此次会面，甚至还抨击了日元对美元汇率的历史性下滑。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也强调，麻生的美国之行是议员的个人活动，日本政府不参与其中。但外界普遍认为，此举仍然体现了日本政府正在采取特朗普对冲策略。麻生太郎今年1月也曾访问美国，并会见了曾在特朗普任内担任美国驻日本大使的参议员比尔·哈格蒂。此外，日本驻美大使馆的官员近几个月还会见了特朗普的前幕僚长马克·梅多斯和前国安顾问奥布莱恩。麻生太郎和特朗普见面很可能招致拜登的不满。日本外务省官员向日本朝日新闻透露，美国政府相关人士已就麻生访美一事向日本提出质询。该名官员担心，拜登政府可能会将麻生访美视作日本政府脚踩2只船。
the Biden camp is unhappy with the Seoul-Trump meeting, and they are worried that the meeting could strain Mr. Kishida's ties with Mr. Biden. 不只是日本，在过去的2个月里，多国政治人物甚至是领导人都专程拜会了特朗普。3月，特朗普曾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会面；4月初，特朗普在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与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共进晚餐。此后不久，他还在特朗普大厦会见了波兰总统杜达。特别引发关注的是，英国作为美国在欧洲方向的重要盟友，并且同为五眼联盟的成员，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访美，先见了特朗普，再前往华盛顿见拜登政府的官员。卡梅伦和特朗普讨论了巴以冲突、乌克兰危机等重要议题，相关安排立刻引发争议，但英国政府却说这次的会晤完全符合先例。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最近也与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进行了交谈。美媒指，这些外国领导人和政要现在都在走钢丝，试图在不损害与拜登政府关系的前提下，与特朗普团队重建联系。当然，也有一些国家领导人毫不避讳对特朗普的支持。今年2月，阿根廷总统米莱前往美国，并在出席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期间，和特朗普进行了一场简短的个人会晤。两人见面后深情拥抱，把对方的后背拍得啪啪作响。米莱更是情绪激动地对特朗普告白。有着阿根廷特朗普之称的米莱还在互联网上不遗余力地维护特朗普，甚至与其他国家的官员展开唇枪舌战。据西班牙媒体20分钟报道，西班牙交通部长普恩特3号称特朗普很糟糕，和米莱一样。此番言论立刻遭到米莱强势反击，这也让米莱5月份的西班牙访问行程蒙上阴影。特朗普方面也在主动对外释放讯号。据悉，美国前驻德国大使格雷内尔一直在为特朗普奔波于全球各地，试图提前构建起特朗普网络。格雷内尔曾在小布什任内担任美国国务院驻联合国发言人，也曾是福克斯新闻的撰稿人。2018年，格雷内尔开始担任美国驻德国大使，此后在2020年被特朗普任命为国家情报总监，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特工、外交官和媒体人。英国卫报指，如果特朗普在11月的大选中胜出，格雷内尔将被任命为国务卿。美国政客新闻网则认为，特朗普可能会任命格雷内尔为国家安全顾问，但无论担任何种角色，格雷内尔都将发挥他好斗的优势，并将美国优先政策贯彻到底。这也让美国盟友们感到担忧，包括北约的国家也会担心说，会不会川普一上来要他们自付很多的军费？德国也在暗地里头在跟川普有进行一些这个来往，大部分的国家都已经在预备说，万一他回来，我们该怎么应对？所以这个是也展现出来，就是说拜登的选情并不是那么好。特朗普若是重返白宫，将如何处理对华关系引发极大讨论，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特朗普任内的爱将、美国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前大使吉尔摩扬言，特朗普若再次上台，将全力支持台当局。但舆论普遍持怀疑态度，分析认为，坚持美国利益至上的特朗普，顶多是将台海形势视作谈判筹码，甚至会胁迫台当局掏更多的钱购买美国的所谓安全保障。但特朗普团队会极力避免和中国大陆产生正面冲突。特朗普在最新的采访中也不愿明说是否会保护台湾。在美国国内，一些商业大佬们也开始为特朗普重返白宫准备预案。外界注意到，去年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戴蒙还在敦促商界领袖支持美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但眼看黑利在共和党内初选节节败退，戴蒙开始对特朗普任上的表现表达赞赏。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黑石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世民身上。分析人士称，商界正被迫考虑特朗普在第2个任期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回归。此外，特朗普上一个任期通过的减税与就业法案条款将于2025年到期。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他很可能会进一步削减个人和企业所得税，商界必须为此做好准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月底公布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虽然特朗普官司缠身，在美国注册选民中，他的支持率稳定保持在49%，与 CNN 在1月份进行的民调结果相同。而拜登的支持率却稍有变动，从之前的45%降至43%。选举仍存变数，特朗普正深陷多起诉讼，包括多起民事诉讼和封口费案等4起刑事诉讼。其中，民事诉讼将会让特朗普钱包大出血，刑事诉讼甚至可能将特朗普送进监狱。特朗普阵营早前被爆出筹款能力严重不足，手上的现金不及拜登团队的一半。4月28号，特朗普与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见面，据悉就是为了弥补团队筹款乏力的短板。
德桑蒂斯拥有丰厚的资助者人脉，在党内初选期间，他为自己筹集了超过1.3亿美元的资金。拜登的支持者啊，年轻的大学生，这些都是他本来的主力部队。那如果今天这些人因为对拜登的以色列政策不满，他们不出来投票，我觉得这个就会对拜登比较不利。所以看起来川普的机会是还蛮大的。从匈牙利、波兰到日本、英国，多国政要都去拜见特朗普，压住他可能在今年大选中胜出。那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主持人好，以往的历次美国大选，外国领导人呢都在观望，但是没有提前去摆码头。今年大选非常的不同，就像你所说的，多国政要前去拜见特朗普，有点压住他会赢，或者说呢是双面压住，两手准备。为什么呢？主要的原因呢有3个。第一，以往的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在重大外交政策上分歧很小，至多呢是微调，也就是所谓的政治不过海，政党争斗多集中于内政，而在外交上基本保持一致。但现在特朗普的共和党和拜登的民主党在外交上也形成了尖锐对立，不同的人上台，可能呢会采取截然不同的外交政策。特朗普2016年上台的第一天，就把民主党奥巴马花了9牛2虎之力达成的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给废除了。接着后来呢是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甚至呢要威胁退出北约。按照西方观察家的话说呀，今年的美国大选相当于商界的一次第一收购。如果特朗普赢了，在外交上可能推翻很多特朗普当政时签署的协议。所以呢，多国政要都非常的担心，提前去拜见特朗普，希望呢不要大破大立。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去拜会特朗普，日本官方呢虽然说是议员个人的行为，但实际上呢是受岸田首相之托，希望特朗普要是上台，不要把美日刚刚达成的安保条约升级版给撕碎了。第二呢，虽然特朗普现在在被告席上，但似乎对美国的民意影响不大，他在法庭外的大放厥词反倒提升了支持率。特朗普的支持率呢一直高于拜登，虽然呢差距拉得不是很大。而最近的民调还显示，特朗普执政4年的业绩评价要高出拜登执政4年好几个百分点。第三呢，拜登的年龄问题已经成选民最大的担忧，因为经常犯糊涂，不是记不住外国总统的名字，就是经常脑筋短路，不知所措。第四呀，现在美国涉足的对外战争及美国大学的反战运动，对拜登连任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而特朗普呢，则是站在拜登的对立面，希望中东和平，加沙停战。在俄乌军事冲突中，他更是说，他要是能当选24小时之内就能够展开停战谈判。那么，根据《纽约时报》4月份的一项调查，选民在作为总统处理外国冲突方面，给特朗普的评价呢，要远远高于拜登。所以这些呢，都给外国政要一种感觉，特朗普胜算的可能性蛮高，可能呢高于拜登。所以呢，就提前去摆码头，提前去打点了。那根据您对西方选举的观察，您认为民调准确吗？外国政要的赌注会不会下错？特朗普的胜算概率究竟有多大呢？西方的选举呢，在选民票没有统计出来之前，都是难以预测的。民意调查呢，有一定的科学性，但那也是很难说准确。2016年美国大选，每一次的民调呢，都是希拉里的支持率要高于特朗普，而且所有的民调机构都基本上预测错了，最后呢是特朗普赢了。所以说呀，民调呢是一种选举工具，以此呢来说事，但不能够影响选民投票。所以呢，现在是无法推测特朗普的胜算概率究竟有多大。我觉得呀，美国历史学家艾伦·利希特曼的研究还是挺有意思的。他为了研究美国大选行情呢，把自己的眼睛呢都几乎看瞎了，翻阅过大量的资料，最后呢总结出进入白宫的13把钥匙，在过去10次大选中测中了9次，失算的呢就是小布什和戈尔的那次选举。那么按照他的13把钥匙，拜登呢现在只有2把，一呢是党内提名没有强有力的竞争者，二是现任总统就是总统候选人。其他方面呢，拜登都有风险，比如说短期经济没有衰退，任期内没有持续社会动荡，县政府在军事和外交上没有重大失败，候选人具有超人的魅力，或者是有英雄形象等等。他至少呢得掌握6把以上的钥匙，才有望连任成功。特朗普现在呢至少有5把钥匙了，看今后呢两人谁掌握的钥匙多。希利特曼教授对特朗普能否胜选，现在呢也没有给出结论。他说呢要到
8月份以后了，因为前总统特朗普被提起刑事诉讼，是美国历史上的首次。这呢会怎样影响选举，还有待观察和研究。今年美国大选的确是非同寻常，各国呢都很清楚，世界上最大的风险就是美国选举风险。1年以后呢，他们可能将与一个截然不同的政府打交道。今年是充满危险的一年，人们都在以难以置信、惊恐、着迷，或者是欲说还休的复杂目光注视着美国政治。美国大选不仅会选出下一任美国总统，还可能呢选出让世界翻江倒海的折腾者。